在波兰西南部有一座名叫乌赫的城市，这里生活着一户5口之家，他们是一对父母和3个孩子。但不知从哪一天开始，3个孩子中的2个双胞胎就再也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，剩下的那个女孩的行为也越来越古怪。当局多次派人上门了解情况，但这家人始终大门紧闭，似乎永远没有人在家。直到某一天，警方终于忍无可忍，从阳台强行进入了这户人家，结果在他们的衣柜里发现了4个蓝色塑胶桶。当真相最终大白于天下时，整个波兰都陷入了震惊与愤怒之中，这也被视为这个国家历史上最黑暗的一起案件。21世纪初的乌赫市拉德万斯卡街，在当地人眼中是个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方。这条街位于城市最贫困的角落，街边的超市是小偷们的天堂，抢劫和袭击事件更是司空见惯。负责这片区域的社区警务官最终都因不堪重负而递交了辞呈，而他空出的职位此后多年都一直无人问津。在拉德万斯卡街47号矗立着一栋破旧的市政公租楼，这栋建筑毫不起眼，灰色的外墙剥落斑驳，阳台上锈迹斑斑，狭小的公寓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，它完美地融入了这片城区破败萧条的景观之中。在这栋楼的某一套公寓里，住着一个后来被媒体隐去真实姓名的家庭，人们习惯称他们为恩德家族，因为在波兰语中，恩德意味着终结，由此可见人们对这个家庭的恐惧和厌恶。这个家庭共有5口人，分别是父亲克里斯托夫、母亲雅德维加，以及3个孩子，女儿莫妮卡，还有一对双胞胎儿子卡米尔和亚当。邻居们偶尔会看到3个孩子在阳台上玩耍，但奇怪的是，他们从不下楼，也不和街区里的其他孩子一起玩。这3个孩子就像是被困在那个阳台上的囚徒，与外界的所有一切都保持着距离。至于他们的父母，则更加神秘莫测。克里斯托夫和亚德维加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。一位同楼的住户后来回忆说，这对夫妇总是匆匆忙忙地低着头走路，避免与任何人产生眼神接触。他甚至这样来形容这家人：他们就像一窝老鼠，总是躲躲藏藏，见不得光。克里斯托夫在这片街区的名声很差，邻居们都知道他是个惯偷，经常入室盗窃。更糟糕的是，他还是个酒鬼。每当他喝醉，暴力便会降临到他的妻子和孩子们身上。据说克里斯托夫教孩子们使用马桶的方式也十分简单粗暴，一旦有人尿床，便用拳头揍一顿。莫妮卡和亚当挨了1-2顿打后，就学会了自己上厕所。但卡米尔不同，这个小男孩患有肾脏疾病，因此总是不受控制的频繁尿床。但在克里斯托夫看来，这是对他权威的挑衅。于是卡米尔每尿1次床，都会换来1顿毒打。他的童年就在这样的恐惧与痛苦中度过。这种持续的虐待最终引起了当局的注意。克里斯托夫因虐待儿童被定罪，他被判处缓刑。与此同时，3个孩子全部被带离了这个家庭，送往了儿童福利院。按理说，这应该是这些孩子获得新生的开始。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，情况确实也有所好转。失去孩子的打击似乎让这对夫妇幡然醒悟。克里斯托夫和亚德维加决定正式登记结婚，把他们多年的同居关系合法化。他们翻新了那套狭小的公寓，似乎真的在努力让生活步入正轨。不到1年后，夫妻俩走上法庭，申请重新获得孩子们的监护权。法官重新审视了这个家庭的变化，并最终认定这个家庭的状况已有显著改善，孩子们可以安全地回家了。但这个决定将在日后被证明是一个致命的错误。3个孩子回到了拉德万斯卡街47号的公寓。当然，考虑到这个家庭的前科，他们被安排在一名缓刑官的监督之下抚养孩子。这位缓刑官是家庭案件方面的专家，他的职责是密切关注这个家庭的状况，定期登门拜访，确保孩子们的安全和健康。1999年9月，缓刑官按例进行家访。在这次访问中，他注意到卡米尔的脸上有一大块淤青。面对缓刑官的询问，孩子的父母解释说，那只是一个意外，孩子只是不小心被门把手撞到了脸。不知出于什么原因，缓刑官选择相信了这个说法。他在档案上简短地记录了这次意外后，便结束了这次访问。而这也成了这位缓刑官最后一次见到那2个男孩。在此后的家访中，双胞胎总是不在场，每一次父母都会给出各种各样的理由，不是说孩子们出去散步了，就是说他们去城外的祖母家做客了。2位家长还信誓旦旦地向缓刑官保证2个男孩一切安好。不知为何，缓刑官又一次选择了相信。有人说这位缓刑官是收受了贿赂，才故意对可疑的情况视而不见。但无论真相如何，后果已经无法挽回。最先察觉到异常的是邻居们，他们注意到曾经在阳台上和弟弟们一起玩耍的莫妮卡，现在总是独自一人。
终于有个邻居忍不住询问亚德维加，那2个男孩去了哪里？亚德维加说是社会服务机构把孩子们带走送到福利院去了。邻居们接受了这个解释，毕竟这个家庭有过孩子被带走的先例，这种事儿再次发生似乎也不奇怪。然而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，这个家里一定发生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事儿。邻居们注意到莫妮卡经常被独自留在家里，有时候她的父母一连好几天都不回来。在这段时间里，这个小女孩会来到阳台上，她神情惊恐，举止怪异。有一次，邻居们看到莫妮卡站在阳台上，询问楼下的一位邻居从这里跳下去有多高，她看起来随时准备翻过栏杆跳下来。那位邻居吓坏了，拼命劝说她回到房间里去，最后好不容易她才说服了这个小女孩。还有一次，莫妮卡打碎了一扇窗户，她从破碎的窗口探出身子，声嘶力竭地呼救，恳求邻居们联系她的母亲。而她的头顶上方一块巨大的玻璃碎片正摇摇欲坠，随时可能落下割破她的脖子。邻居们再次苦苦相劝，才让她退回了屋内。这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，终于有人报了警。警察确实来了，他们和莫妮卡谈了谈，告诉她一切都没事，让她回到房间里等父母回来。临走前，警察还拜托邻居们帮忙照看一下这个孩子，然后他们就离开了。没有人问莫妮卡她到底在害怕什么，为什么她宁愿从阳台上跳下去，也不愿意待在自己的家里。但很快他们就会知道答案。警察离开后不久，恩德一家开始躲避缓刑官的访问。每次缓刑官按照预定时间上门拜访，但他们家的大门总是紧锁着，里面似乎空无一人，敲门也得不到任何回应。由于克里斯托夫持续逃避监管，他的缓刑最终被撤销，法院签发了逮捕令。然而警方在追捕克里斯托夫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，他们每隔几个月就会去那套公寓一趟，但无论他们怎么敲门都始终没有回应，所以每次都是空手而归。这倒也不是说警察不尽职啊，要知道在那个时期，乌赫是有超过2000人处于被通缉状态，按当时的警力根本不可能主动追捕每一个逃犯。与此同时，学校和医疗诊所也在尝试联系这个家庭，这些机构不断地给恩德家寄送信函，但所有的信件都石沉大海，得不到任何回复。最终，由于恩德一家长期拒绝配合缓刑官的监管，法院决定召开一场法庭听证会，目的是裁定是否应该再次剥夺这对父母对子女的监护权。但开庭那天，恩德一家无人出席。面对空荡荡的被告席，法官做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裁决。他认为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带走他们的孩子是不人道的行为，因此法庭不能在他们缺席的情况下做出剥夺监护权的决定。就这样，因为一个荒谬的想法，恩德一家再次逃脱了监管。警察继续定期造访拉德万斯卡街47号，这种徒劳的例行公事持续了数月之久，直到某一天，情况终于出现了变化。那天，当警察再次来到那扇熟悉的门前时，他们听到了屋内传来的声响，说明屋里有人。他们敲了敲门，但依然没有人回应。这一次，警察决定不再离开，他们召来了消防队，从阳台破窗进入了公寓。门被打开的那一刻，一股难以形容的气味扑面而来。公寓里站着一个女人，正是亚德维加，她的腹部高高隆起，显然怀有身孕。在她身边是11岁的莫妮卡，但双胞胎和克里斯托夫都不在。警察开始搜查这套狭小的公寓，很快他们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了一个大衣柜上。他们猜测克里斯托夫也许正躲在柜子里，于是他们打开了柜门，结果发现克里斯托夫并不在里面，但柜子里有别的东西。只见4个蓝色的塑料桶静静地排列在黑暗中，它们大小不一，每一个桶都用硅胶密封着。警察转向亚德维加，问他这些桶里装的是什么。亚德维加说里面是一些他们不穿的旧衣服。他说话时的神色平静，仿佛内心没有任何波澜。但这个回答太过可疑，谁会把旧衣服放桶里，还用硅胶密封起来，是吧？于是警察决定打开这些桶，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。他们撬开了第一个桶的盖子，最上面确实是一层衣服，但在衣服下面，警察看到了他们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一幅画面。那4个蓝色塑料桶里竟装着4具儿童的尸体，其中2具遗体分别是双胞胎亚当和卡米尔，他们被杀害时只有5岁。另外2具是一男一女2个新生婴儿的尸体，他们甚至还没来得及获得名字，就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警察立即展开行动，他们先是逮捕了亚德维加，随后又在附近的公园里找到了克里斯托夫。在之后的审讯中，警方分别询问了这对父母和年幼的莫妮卡。随着调查的深入，那间公寓里发生的恐怖真相也开始一点一点地浮出水面。那是一个超出所有人想象的人间炼狱。第一个死去的是卡米尔。根据调查，在尸体被发现的大约4年前，卡米尔开始感到严重不适，亚德维加给他服用了一些非处方药，但情况并没有好转。莫妮卡在证词中回忆了那个夜晚，她说弟弟当时呼吸困难，整夜呻吟不止，但他们的父母对此置之不理。
他们没有叫救护车，也没有带他去医院。第二天早上，卡米尔停止了呼吸。克里斯托夫检查了儿子的尸体，然后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。他不打算报警，也不打算通知任何人。他找来一个塑料桶，把卡米尔的尸体塞了进去。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。在藏好了卡米尔的尸体之后，克里斯托夫突然宣布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计划。他决定他们全家都应该一起去死。他去市场买了几盒一种叫做安定的镇静药物。回到家后，他把药片分给了所有人，包括他自己。然后他强迫所有人把药吞下去。那是一个漫长的夜晚，全家人都陷入了昏迷之中。然而克里斯托夫计算错了剂量。第二天早上，他醒了过来，亚德维加和莫妮卡也醒了，唯独亚当没有醒来。这个5岁的男孩躺在床上一动不动。克里斯托夫不确定他是否还活着，于是他决定检验一下。他在浴缸里放满水，然后把失去意识的儿子抱进浴室，将他的头按入水中，看他是否还有呼吸的迹象。但水面平静如镜，没有气泡浮起，亚当也没有挣扎的动作。克里斯托夫认定儿子已经死了，他把亚当的尸体抱回床上，就那样放着。直到3天后，当尸体开始膨胀腐烂时，他才把它塞进了另一个塑料桶里。这一年，双胞胎兄弟都只有5岁。在双胞胎死后的几年里，亚德维加又怀孕了2次。由于这个家庭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，因此没有人知道她怀孕的事儿，甚至连邻居们都毫不知情。亚德维加没有接受过任何产检或医疗照顾，2次分娩都是在那套狭小的公寓里独自完成的。2个婴儿出生后，立即被溺死在了浴缸里。他们的生命只存在了短短几分钟，甚至可能只有几秒钟。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，似乎就是为了被自己的父母杀死。最后，他们的尸体也被塞进了塑料桶里。最初，这些装着尸体的塑料桶被存放在公寓楼的公共地下室里，后来他们被搬到了阳台上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尸体开始腐烂，散发出难以掩盖的恶臭。为了阻止气味外泄，克里斯托夫用硅胶把每一个桶都密封起来。在某个时候，这片街区发生了一连串的入室盗窃案。克里斯托夫担心，如果小偷闯入地下室或阳台，可能会发现这些桶，于是他把所有的桶都搬进了室内，藏在那个大衣柜里。就这样，4具儿童的尸体被封存在蓝色塑料桶中，隐藏在衣柜的黑暗深处，与这个家庭朝夕相处，长达4年的时间。在这整个过程中，莫妮卡亲眼目睹了一切。她知道她的双胞胎弟弟是怎么死的，也知道那2个婴儿的命运和塑胶桶里的秘密。她的父亲非但从不试图对她隐瞒任何事情，甚至会刻意提醒她那些桶的存在。据调查人员透露，在圣诞节，波兰的传统是全家人分享圣诞薄饼。这时，克里斯托夫会打开衣柜，在每个塑料桶上放上一小块薄饼。他说这是在与他死去的孩子们庆祝圣诞。这就是为什么莫妮卡如此恐惧的原因。当他被独自留在家里时，折磨他的不仅仅是孤独，他死去的弟弟们就在几步之遥的衣柜里日夜陪伴着他。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曾经试图从阳台跳下去，为什么他打碎窗户求救。他不是害怕独处，他是害怕和那些桶一起待在那间公寓里。当恩德家族案的真相被公之于众时，整个波兰社会都震惊了。每一个本应负责监督这个家庭的机构都失职了。缓刑官看到了卡米尔脸上的淤青，却选择相信那只是被门把手撞的。在此后的数年中，他再也没见过那2个男孩，却从未对此提出质疑。警察多次接到邻居的报警，他们明明看到一个小女孩在阳台上绝望的求救，却只是告诉她回房间等父母回来。学校和医疗机构寄出了无数封信函，却在得不到回复后选择袖手旁观。法院在当事人缺席的情况下，以不人道为由，拒绝做出保护儿童的裁决。警方明明持有克里斯托夫的逮捕令，却连续数月无法找到一个住在固定地址的逃犯，而这种情况竟持续了整整4年。当案件曝光后，各个相关机构立即开始了相互推诿。学校指责社会服务机构，社会服务机构指责警察，警察指责缓刑系统，缓刑系统指责法院。每一个组织都在拼命甩锅，试图把责任推给别人。最终，一些官员受到了纪律处分，但也仅此而已。没有人真正为那4个孩子的死亡付出代价。系统性的失败被归咎于沟通不畅和资源不足。那些在关键时刻选择视而不见的人，大多数只是收到了一纸警告，然后继续他们的职业生涯。克里斯托夫和亚德维加最终站上了法庭，检方详细陈述了他们的罪行。2人合谋杀害了自己的4个孩子，并藏匿尸体长达4年之久。他们逃避社会监管，对监护机构撒谎，还让另一个孩子在恐惧中度过了童年。法庭上，克里斯托夫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悔意，亚德维加则一直试图淡化自己在整个事件中的角色，声称她只是服从了丈夫的命令。陪审团和法官没有被这些辩解所打动，最终克里斯托夫被判处终身监禁，亚德维加最初也被判处终身监禁。
但后来他的刑期被减为25年。在入狱后不久，亚德维加生下了他的第6个孩子，也就是他在被捕时腹中尚未出生的那个孩子，那是一个女孩。在经历了所有的黑暗之后，这个故事终于迎来了一丝微弱的光明。莫妮卡和亚德维加在狱中生下的女婴最终被一个意大利家庭收养了，这是一个富裕的家庭，能够为他们提供稳定的生活和良好的教育。莫妮卡开始了全新的人生。多年后，她给在波兰时曾经照顾过她的一位社工寄去了一封信。在信中，这个曾经在阳台上绝望呼救的小女孩写道：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感到幸福。这也许是整个悲剧中唯一能够让人感到些许宽慰的部分了。